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实用中文播客，看今日中国，学实用中文。我是李老师。我是麦克。李老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，就是谁都看得出来他很努力，时间也花了，很认真，但就是没什么进步，水平一直停在那里没动。不只是身边，我自己就有过这种阶段。教中文这么多年，遇到过很多学生是这种状态，拼得很，但就是没什么变化。时间久了，自己也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没有天分？是不是我就到这里了？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学中文有段时间每天都在用，感觉挺认真的，但几个月下来，回头看，说话还是那个水平，还是那些词，还是那些句子，和几个月前差不多，然后开始觉得是不是我就这样了？先说一个好消息，不是天分的问题，也不是上限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我来问你，你那段时间用中文主要在做什么？就是日常用，和同事聊天，看看中文的东西，偶尔看个视频，感觉挺充实的。都是你已经会的那套，对吗？就是你有把握的词，熟悉的话题，说出去基本不会出错的那些东西，没有去碰什么特别难的、特别不确定的。对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我也没有特别想过要挑战什么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你一直在用你已经会的东西，用得越来越顺，越来越熟，感觉很好，但是没有变好，因为你没有碰你不会的那部分。可是我感觉自己在努力啊，时间也花了，不是没有在做。努力是真的，但努力的方式不对。打个比方，你想练跑步，每天出门跑，跑那条跑了很多遍的路，跑那个跑顺了的速度，半年下来，成绩没什么变化，这也是在努力，时间也花了，但你没在进步。因为你一直在跑，你已经能跑的没有往更难的地方去，身体没有被挑战。对，心肺没有被挑战，肌肉没有被挑战，身体觉得这件事很轻松，就停在那里了。学语言也是一样，你一直说你会说的，你的语言能力没有被挑战，就停在那里了。你以为在努力，其实是在维持。维持这个词说得很准，我那段时间就是在维持，不是在进步。这有个说法叫表现区，就是你在做你已经会的事，目标是做好不出错。表现区很重要，有它的价值，但它不让你变好。跟它相对的叫学习区，就是你去碰你还不太会的东西，你知道自己会出错，也接受会出错，因为出错在这个过程里是正常的，甚至是必须有的。学习区和表现区，一个是求进步，一个是求稳，目标完全不一样。那我怎么判断自己现在在哪里？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不舒服？有没有不确定？有没有可能出错？这几个都没有的话，你基本上是在表现区。哪舒适感反而是一个警示信号。可以这么说，不是要你一直很痛苦，但是完全没有不确定感，做什么都很顺。你可能要想一想，是不是一直在原地转？这让我想到一件事，我有段时间觉得自己发音还不错，因为每次说话别人都听得懂，一直觉得没什么问题。后来一个朋友帮我录了一段音，我自己听，发现有几个音一直是错的，但因为对方能猜到意思，从来没人纠正过我，我也就一直以为自己是对的。这就是表现区的问题。你的目标是完成交流，不是找错误，所以错误一直藏在那里，你还继续练，但方向是歪的，练了很久，问题还在。更可怕的是，你不知道问题在那里，你以为自己是对的。对，表现区不会暴露你的问题，因为问题不影响你完成目标，所以它就悄悄留下来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了好几年的人，还有一些很基础的错误，不是因为没有努力，是因为那些错误一直在表现区里被掩盖着。那
我后来的做法是把那几个音单独拿出来，就专门练那几个，不放在句子里，就是那个音本身，反复练，录音，听不对再调整再录。这个过程很慢，很枯燥，但是真的有效。那几个音后来基本没问题了。你那个做法有个名字叫刻意练习，不是把整件事从头做一遍，是找到那个具体的问题，然后专门对付它。很多人练习的方式是反复做整件事，感觉很努力，但没有专门处理那些具体的弱点。时间花了，问题还在那里。刻意练习，找到弱点，专门对付。那怎么找到自己的弱点？这件事儿听起来简单，但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，就是感觉哪里都还行，但就是不够好。这就是为什么反馈很重要。你自己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你已经习惯自己的方式了，觉得是正常的。要找到弱点，需要一个外部的眼睛或者耳朵，老师直接告诉你，或者语言伙伴跟你说，或者像你那样自己录音听，这些都是在给你反馈。反馈就是有人告诉你，或者你自己发现这里有个问题，这里可以做得更好，然后你才知道下一步练什么。没有反馈的练习是在黑暗里走路，走了很远，不知道走对没有。而且反馈要具体，不是说你中文还不错，要说你这个音发的不对，或者你这个句子结构用得不太自然。这种具体的反馈才能告诉你下一步练什么。这期词汇：学习区、表现区、刻意练习、成长型思维。评论区的链接里都整理好了，文稿和词汇表都在，一会儿去翻一下就有了。好，我还想聊一件事，就是在哪里练。刻意练习需要在一个低风险的地方发生，因为在学习区你会出错，出错是必然的。如果出错的代价太大，你就不敢进去了。这个我有感受。刚开始在工作场合说中文，很怕说错，所以一直用最保险的词，不确定的一律不说。就算脑子里有一个词感觉挺合适的，但不确定就不说，换一个更简单但是没把握的词。结果那些不确定的词永远停在不确定，因为我从来不给自己机会去试。死循环，越怕出错，越不是，越不是就越不会，越不会就越怕出错，而且这个循环是越来越紧的。时间久了，你发现自己说中文越来越保守，用的永远是那几套，出了那几套就不说了。那怎么打破？给自己找一个可以出错的地方，私下和朋友聊，或者专门找一个语言练习伙伴，那是你的学习区，可以试那些没把握的词。出错了没关系，问一句为什么错了，记住了，下次再试。正式场合是你的表现区，用你最稳的那套，这两个地方要分开用，不能搞混。就是说，在重要的会议上不要去试新东西，那是展示你会的地方。试新东西是在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。对，很多人进步慢，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搞混了。在正式场合里，想练习又不想在练习里出错，两头都没做好，最后两头都停在原地。找到了可以出错的地方，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你知道自己在练什么，目标要具体，不是模模糊糊的觉得我要把中文练好，而是我这段时间要专门解决这一个问题。比如我要把这几个发音练对，或者我要学会用这类句式，越具体越有效。越具体越有效，这句话我需要记下来。我以前练习的时候，目标很模糊，就是觉得要把中文练好，但从来没有想清楚，我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哪一个具体的问题，所以力气散掉了，没有集中在一个地方。模糊的目标带来的是模糊的努力，感觉在做，但是方向不明，效果自然也不明。你解决完一个具体的问题，再解决下一个，一个一个来，积累起来才是真正的进步。而且你能看到，
这里好了，那里好了，有成就感，也知道下一步去哪里。还有一点，我想说，就是练习的节奏，刻意练习是很消耗精力的，因为你在挑战你的边界，你不能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学习区状态，那会把人搞垮的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学习区和表现区要交替，不是说表现区不好，是它有自己的功能。你在学习区里练了，积累了新的东西，然后到表现区里去用，用的过程里那些东西变得更熟，然后你再回到学习区去挑战下一个新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往上走的循环，不是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转。学习区练，表现区用，然后再回学习区，这个节奏听起来很清楚，但是实际做起来，我感觉很多人，包括以前的我，都是直接跳到表现区，然后一直停在那里，没有意识到要专门给学习区留时间。因为表现区很舒服，做的是你会的事，有成就感，有顺畅感，而学习区是不舒服的，要承认自己不会，要出错，要在那个不确定的地方待着，这需要一点勇气，也需要一点心理建设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聊一个更根本的东西，就是心态。想真正进入学习区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得愿意承认，我在这里还不够好，有些东西我现在不会，这对很多人是一个很难迈过去的坎儿。这就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别，一种是觉得能力是天生的，出错证明我没有天分，我不行；另一种是觉得能力是练出来的，出错是在告诉我哪里还需要工作，是信息，不是判决。同样一次出错，两种解读走向完全不同的地方。第一种会让你躲开学习区，因为学习区里会出错，出错很难受，所以干脆不去。第二种让你愿意待在学习区里，因为出错没有那么可怕，它只是告诉你下一步去哪里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越怕出错的人，往往越觉得自己没有进步，因为他们一直待在表现区，一直在做会做的事，从来不给自己机会突破。越愿意出错的人，反而进步越快，因为他们一直在学习区里工作，一直在碰新的东西。所以进步这件事儿，不是努力程度的问题，是你愿不愿意去碰那个不舒服的边界，愿不愿意接受自己出错，然后从出错里学到东西。努力是必须的，但努力要花在对的地方，花在那个让你不舒服的边界上，不是花在你已经很顺手的事情上。从外面看，两种人都在认真做事，但结果完全不同。我现在感觉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，看努力这件事儿的方式就不一样了，不再是花了时间就是在努力，而是要问自己，我现在是在学习区还是表现区？我有没有在真正挑战自己，还是只是在重复我已经会的东西？这个问题不只是学中文可以用，工作上想进步，任何技能想提高，都是同一个逻辑，找到弱点，专门练，要有反馈，在可以出错的地方练，然后相信自己可以变好。出错是过程的一部分。说到相信自己可以变好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，没有这个，其他的都做不到。因为如果你觉得自己就这样了，你就不会去碰学习区，因为去了也没用。所以这件事从相信开始，相信是可以变好的，然后才有动力去找方法，去碰那个不舒服的边界，然后才有真正的进步。好，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在学中文或者任何你想进步的事情上，有没有发现自己一直停在表现区，感觉在努力但没什么变化？或者你找到了什么方法，真的进入了学习区，看到了变化，去评论区说说，特别是那些有效的方法，说出来，也许就帮到了正在为同样的事情困扰的人。对，
有时候一个具体的方法就能改变一个人整个学习的轨迹，说出来大家一起受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